这是他第一次和小三在野外偷情，可还没开始就把他吓了个半死。只见前面仓库里躺着一具尸体，他的脑袋被人锯掉了半个，然后放在了电子秤上，重量显示为6斤6两。警察调查后发现，这竟然和死者出生时的体重相同。另外，警方还在现场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感受为母痛苦之情，可还没搞懂这是什么意思。又一起命案发生了，而这次的现场则更加残忍。死者被钢丝绑住手臂，以跪着的姿势掉在隧道里。警方发现他的时候，他全身早已被咬了个稀巴烂，甚至连性别都很难分辨出来。而罪魁祸首就是这3条恶狗。凶手先把3条狗关进笼子，等把它们饿到极致，再将死者绑在隧道里，给他的全身涂满肉酱，最后再放狗吃人。这残忍的作案手法，想想就让人背脊发凉。但凶手却还给他起了个名字——狗食之刑。而2起命案现场都留有一张纸条，说明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后来经过调查发现，第一个死者是个肥宅男，30多岁的他从没上过班，每天不是在家里打游戏，就是守着满屋子的2次元，就连1日3餐都得母亲给他准备好，做的不好吃他还会破口大骂，对自己的家人极其不尊重，妥妥的一个啃老废物。而第2位死者是个刚结婚不久的女人，她平时为人和善，更没有得罪过别人，可能唯一做错的地方就是为了和对狗毛过敏的男友结婚，丢掉了自己养了多年的狗。案件调查到这里，凶手的作案动机好像明了了。警察猜测他应该是看不惯2位死者的行为，所以才用刑法对其进行审判。可他又是通过什么方式锁定目标的呢？警方随即展开工作，寻找2名死者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他们都是一桩杀人案的陪审团成员。而这起案件在3年前轰动了整个日本，一个5岁的女童被杀害之后，尸体还被用树枝做成标本，光明正大的扔在学校门口，而嫌疑人是这个叫东岛拉希的男人。由于此案件太过恶劣，再加上舆论的压力，即便是拉希不停喊冤，陪审团还是一致决定将其判处死刑。可还没等到执行，拉希就在监狱里自杀了。难道说他真是被冤枉的？这次的凶手是在帮拉希报仇？听到这个猜测，警察木村立马不淡定了，因为他妻子就是当年陪审团的一员。于是他赶紧给妻子打去电话，可妻子却早就把他给拉黑了。原来木村虽然是一名好警察，但却不是一位好丈夫，甚至都不是个好父亲，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破案，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更是少得可怜，就连儿子的生日是哪天都忘了。最终实在受不了的妻子选择带着孩子离家出走，而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周时间，可木村却根本联系不到妻子，只能在办公室里干着急。而与此同时，凶手又开始作案了。这次的目标是当年敲锤的法官。凶手把他绑走之后，用斧子活生生将人劈成了2半，然后分别寄给了法官的妻子和情人，可把2个女人给吓坏了。而这就是对法官婚内出轨的惩罚，所以凶手给他起名为平分爱之刑。这接二连三的恶性案件很快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务必要保护好剩下的几名参审人员，期间也要顺藤摸瓜抓到凶手。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当警察找到要保护对象的家里时，才发现他们都早已经遇害。其中有个女法官被冻成了冰雕，因为她平时喜欢整容，然后利用身体谋权篡位，所以凶手用这种方法让她永远保持着貌美模样。而另一名陪审员死得更惨，他平时是个碎嘴子，所以凶手给他准备了吞千针之刑，顾名思义，就是把钢针一根根的喂进他嘴里，直到吃饱了为止。而随着这2起案件的发生，联系不上妻子的木村快要崩溃了，他害怕妻子会突然成为下一个目标，可局长又不让他参与此案件，因为牵扯到家人，上头害怕他会将私人情绪带入进来。无奈之下，木村只能独自跑出来调查。他找到妻子最好的闺蜜小佳，想询问她有没有见过妻子。而与此同时，木村的同事也在找小佳，因为他们查到木村妻子最近和小佳通话密切。可没想到开门的是个男人，他说他是小佳的男朋友，小佳现在正在医院里上夜班，并且他也没见过什么母子。同事闻言赶紧来到医院，刚好看到木村在询问小佳。起初小佳还憋着不想说，因为他实在是看不惯木村不顾家的行为，而直到木村将杀人魔的事说出来，小佳才终于开了口。翔太君と遥は。此话一出，木村和同事全都被气到了。既然他们在你家，那你男朋友为啥要骗人啊？说着就要返回小佳的家里，谁知小佳却突然叫住了他们。いません。彼氏なんていません。原来小佳家里的男人正是凶手假扮的。此时他已经把木村的妻子还有儿子装进了行李箱，打算将其转移到别的地方。而就在他发动汽车离开时，正好和赶回来的木村擦肩而过，只一眼，木村就看出了司机的不对劲，于是他让同事先上楼搜查，自己则掉头追了上去。同事很快来到小佳的房间，结果只找到了凶手伪装的假发和一张写着参观工作之行的纸条。虽然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木村知道一定是针对自己妻儿的。接着他便开始了不要命的追击，谁知凶手的车技竟如此高超，木村都快把油门踩进了油箱里，结果愣是追不到凶手。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求总部支援。而就是这说话的功夫，凶手突然在十字路口来了个回马枪，吓得木村猛打方向盘，但由于车速太快，车子瞬间就发生了侧翻，在滚出了10几米远后才停下。不过好在木村伤的并不重，凶手也没有要补刀的意思，只是留下了一抹轻蔑的笑，然后就开着车扬长而去。因为木村不能插手这件案子，所以只能找局里的徒弟打探情报。谁知就在这时，一个戴着青蛙面具的家伙突然出现。
敢这么挑衅警察的只有凶手。木村想都没想就追了上去，结果因为太过于着急，一不小心又出了车祸。站不起来的他只能先让徒弟去追，可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了他此生最后悔的决定。因为等他再见到徒弟时，徒弟已经被蛙男带到了天台上，并且处在了命悬一线的地步。木村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而蛙男却在这时介绍起了自己。他说他是个表演型艺术家，3年前的女童案就是他干的，当时他倾注了所有心血，才创作出那件完美的艺术品。可官方那些人却不仔细调查，竟然为了快速结案，强行把罪名扣在了无辜的拉希身上，不仅冤枉了一个好人，还抢走了属于他的犯罪光环，这让他感到了无比愤怒，所以他才要杀光那些愚蠢的判决者，以此来证明他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家。现在真相终于大白，天空中的乌云也跟着散去，而当阳光照在蛙男身上的时候，他下意识挠了挠自己的脖子，好像有点不太舒服的样子，随后他就突然松开了手。徒弟就这样被活活摔死，而木村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处分。上级派人来关他的禁闭，但现在妻儿还在蛙男的手中，更何况他还亲眼看着徒弟被杀。这些仇如果不亲自举报的话，他一辈子都将活在愧疚中。于是他在半路突然发起袭击，打伤了2名押送他的人员，最后成功逃出了汽车。他在黑市买了一把手枪，接着又来到一间网吧，在电脑上搜索什么并不能接触阳光，因为蛙男每次作案都选在雨天，再加上他刚才看到太阳时的反常表现，木村猜测他可能是害怕阳光。果不其然，通过搜索发现，还真有一种病会对阳光中的紫外线过敏。于是木村开始走访各大医院，最终在日本仅有的一家紫外线研究机构找到了一名专攻这种病的女医生。她说，严重的紫外线过敏者就像吸血鬼一样，太阳一照就会灼烧他们的皮肤。不过这种病极其罕见，几百万人中可能就只有1位患者。但幸运的是，女医生一共接诊过3位，其中有2个女人，而剩下的男人很可能就是蛙男。但当木村找他要患者信息时，他却以木村没有搜查令为由，死活不肯透露。情急之下，木村只好掏出手枪。木村根据女医生提供的资料，独自来到郊区的一所废弃豪宅。他偷偷潜进屋内，结果刚进来就看到了一墙照片，全是已经死去的陪审团成员，木村的妻子也在其中，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而更让木村震惊的是，别的陪审员最多就只有资料，但他家却不知何时被蛙男安装了摄像头，并且还是360度全方位监视。怪不得每次警方行动都会慢半拍，原来是木村这里出现了内鬼。而就在他愣神之际，蛙男突然从身后冲了出来，接着便是一场殊死搏斗，最终木村被蛙男用铁棍敲晕。等他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被锁在了一个封闭房间，里面除了有2个摄像头以外，就只剩下他妻子和儿子的仿真雕像，而他儿子的雕像则抱着一个盒子，上面写着“爸爸陪我玩”。好奇的木村将盒子打开，发现里面是1000张拼图以及一个录音器。出生体重分の2個を血取られて殺害された。だから母の痛みを知りましょうの件。捜査ってのはパズルみたいなもんだ。一つ一つをつなげていれば、おのずと事件の輪郭が浮かび上がってくる。很明显，蛙男是想让他把拼图拼完，但此时的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个心情？而看着木村把拼图扔了一地，蛙男丝毫没有生气，反而很开心地吃起饼干，因为他知道木村早晚会将拼图捡起来。果不其然，在尝试了无数种办法之后，还是出不去的木村冷静了下来，看着墙上的密码锁，他不得不接受蛙男准备的游戏，因为密码很可能就在这些拼图当中。而与此同时，局长一直在寻找木村的下落。他们来到木村曾经查阅资料的网吧，并得知了他的搜索记录，然后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女医生。结果女医生却说自己从没见过木村，局长自然不知道他是在撒谎。但是说起紫外线过敏这事儿，局长总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于是立马回局里查看卷宗，没想到还真给找到了。那是20多年前的一桩惨案，一对富豪夫妇被人杀害后碎尸，更恐怖的是，凶手还将2具尸体的尸块拼接成了一件人体艺术品。此案到现在都悬而未破，而这对夫妇的龙凤胎遗孤就患有严重的紫外线过敏症。他们当时亲眼目睹了父母被杀的过程，后来女孩被一位医生收养，男孩却从此不知所踪。而当局长查了女孩的名字后，才得知她就是那位女医生。看来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弟弟是凶手，之所以还把住址告诉木村，是因为他相信弟弟可以搞定他。而现实的确和他想的一样，木村此时已经完成了一大半拼图，而只要一到饭点，蛙男就会亲自下厨，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肉搅成碎末，然后制作成汉堡包，通过墙上的洞头喂给木村。而这次木村吃完之后，蛙男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どうやって殺した？生きたまま腐らせることもなく。裁判員だった奥さんのことを調べていくうちに君のことが気になってどうしようもなくなった。どうやったらこんな殺し方ができるのかってね。君は2人の心を殺した。長い時間をかけてゆっくりと。朝食を食べながら、歯を磨きながら、
クソをしながら、あくびをしながら、じっくりと殺していって。見事なもんね。今さら奥さんと子供と会って何を取り戻そうとしている。君は僕と同じ表現者だ。やめろ！初めて誰かと作品を作ってみたいと思った。やめろ。此时木村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是啊，就像蛙男所说的那样，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时候，把自己家人都冷落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娘俩的心就已经被彻底伤透了。而这和杀了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想通这一点的木村追悔莫及，他向着妻儿的雕塑不停道歉，甚至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父亲也是个警察，同时也曾忽略了家人的感受，就连木村母亲的葬礼他都迟到了5个小时，因此木村对父亲恨之入骨，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搭理过他。但是没过多久，木村的父亲也去世了，他当时为了救一对母女，最终和歹徒同归于尽。而也就是在这时，木村看到了父亲英雄的一面，也开始理解父亲的职业，甚至想成为和父亲一样伟大的人。后来他的确做到了，也保护好了千千万万个人民，但却唯独忽略了自己的家人。而现在唯一能弥补的方式，就是逃离这个该死的房间，赶紧从蛙男的手中救出妻儿。带着这个信念，他很快完成了拼图。可奇怪的是，拼图却并不完整。看着空缺地方的3个英文字母，木村猜测这可能就是开门的密码。果不其然，输入之后房门真的开了，但刚走出去就傻眼了。只见外面是一间厨房，木村吃的汉堡就是在这里制作的。但让木村感到头皮发麻的是，放生肉的盘子里竟然有很多头发，旁边的冰箱还贴着他妻儿的照片。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为了验证心里的猜想，木村颤抖着打开冰箱。当看到里面的东西时，他整个人都傻了，因为里面冻着的正是他妻儿的头颅。看着监控里木村痛苦的样子，蛙男的内心得到了极大满足。而随着镜头一转，木村的妻儿竟然也在旁边。原来冰箱里只是蛙男制作的雕像，他并没有杀掉木村的妻儿。不过并不是心慈手软，而是他有个更疯狂的计划。蛙男找到已经彻底崩溃的木村，故意给他描述杀害他妻儿时的场面，这让本就愤怒的木村彻底陷入疯狂。木村现在一心只想杀了蛙男，可当他追到一个拐角处时，蛙男竟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刚想举枪射击，蛙男就跪在了地上，看样子好像是在哭泣。察觉到不对的木村慢慢走近，结果却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于是他一把扯下对方的头套，没想到里面还真是自己的妻子。原来就在刚刚，蛙男给妻子换上了和自己一样的着装，他的目的是想误导木村亲手杀掉妻子，以满足他那颗变态到极致的心。而现在看着妻子没死，木村激动坏了，但妻子却满面愁容，依然在祈求木村杀了他。就在木村为此感到疑惑时，蛙男突然出现在了身后，同时还有他们的儿子。沢村遥を殺せ。それが息子を救う条件だ。それがどうしたってできない。それ以外のことだったらなんちゃってする。此时木村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想让妻儿再受到伤害，而他妻子也是这样的想法。他用枪抵住自己的胸口，一边哭着道歉，一边求木村开枪。看着这相爱相杀的场面，蛙男已经兴奋到了极点。但就在他以为木村会开枪打死妻子时，木村却突然把枪口对准了他。木村虽然打中了蛙男的肩膀，可他自己伤的却是胸口，已经没有力气再站起来反击。但是蛙男可以，他用枪对准木村妻子的头，打算就此终结掉这场游戏。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局长带着人及时赶到。銃を捨てるなキリショ。言う通りにしろ。お前の勝ち目はない。木島！木島！邪魔をするな。僕の邪魔をするな！蛙男踉踉跄跄地逃到屋外，结果却忘了自己没戴头套。当阳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很快就因疼痛晕倒在了地上。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死去，毕竟作为这么多惊悚案件的元凶，警方必须要用法律的武器制裁他。可惜还没等到那个时候，蛙男的姐姐就以家属的身份来到医院，看着已经不成人样并且无处可逃的弟弟，姐姐决定亲手送他一程，让这个罪恶滔天却也可怜的恶魔弟弟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少受点罪。而随着毒药发作，蛙男的故事就此结束，但木村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因为抢救的及时，他成功活了下来。而从这之后，他便重视起了自己的家庭，为了参加儿子的运动会，还主动推掉了所有工作。但就在他用摄像机记录的时候，却偶然拍到了可怕的一幕。只见在刺眼的阳光下，儿子也开始时不时抓挠自己的皮肤。
和蛙男当时的动作简直是如出一辙。